中国财政部发布新闻，根据国务院副总理、中美经贸中方牵头人何立峰与美国财政部部长珍妮特·耶伦达成的共识，中美双方商定成立经济领域工作组，包括经济工作组和金融工作组。美国财长耶伦在社交媒体上表示，这些工作组将促进两国之间的健康经济竞争，推动应对全球挑战方面的合作。美国彭博社评论称，这两个工作组的成立也标志着自2018年特朗普政府放弃有组织的接触以来，两国首次恢复定期经济对话。路透社的报道称，此举旨在为世界上两个最大经济体提供政策沟通平台。事实上，2022年11月14号，中美两国元首在印尼巴厘岛举行会晤时，就中美关系中的战略性问题以及重大全球和地区问题坦诚深入交换了看法。两国元首同意双方外交团队保持战略沟通，开展经常性磋商，同意两国财经团队就宏观经济政策、经贸等问题开展对话协调。近几个月，美国经贸官员密集访华。7月6号至9号，美国财长耶伦访华；8月27号至30号，美国商务部长雷蒙多也来到中国访问。据外媒报道，在此行中，雷蒙多坚称美国不想与中国脱钩，表示访问非常富有成效。分析认为，美国一直致力于与中国就经贸问题进行沟通。耶伦和雷蒙多先后访华，至少反映了背后美国工商界的意愿，即中美经济高度互补，希望改善与中国的经贸关系。值得指出的是，2018年以后，中美经贸接触主要以谈判为主，高级别的以解决问题为主的对话沟通机制基本停摆。中国人民大学教授金灿荣指出，两个工作组建立后，一些涉及双边财经领域的重大问题，中美能够通过面对面沟通与交流，增进两个全球最大经济体在政策决策上的协调性，不但有助于中美两国经济发展，也有利于全球经济的复苏。这个消息出来，我觉得是好事吧，因为前面巴厘岛会晤啊，双方元首不就是确定了嘛，我们要建立一些工作组啊，对中美之间具体的麻烦问题进行商讨。那么现在应该就是落实这个元首会晤的一个具体措施吧。所以呢，这是个好事儿。我们当然从第三方，就从老百姓角度，当然希望他能够迅速的工作起来，是吧？工作起来以后嘛，很多问题就能够得到及时的处理吧。有分析指出，中美宣布成立经济领域工作组，可谓水到渠成。新加坡联合早报报道称，这显示中美关系在一系列高层会晤后出现解冻。美国布鲁金斯学会专家瑞安·哈斯说，华盛顿和北京之间高层交往的频率表明，这些努力是有针对性的，而不仅仅是关系管理的一部分。香港南华早报网站日前的报道分析认为，随着高层官员会晤，美中关系再度分阶段升温。过去一段时间以来，中美高层出现密集互动。国家副主席韩正在纽约出席联合国大会期间会见了美国国务卿布林肯、总统气候问题特使克里，集体会见了美友好团体、智库负责人以及各界人士，同他们就中美关系、应对气候变化、经贸合作等深入交流。美国国务院在会后发表的声明中说，韩正与布林肯进行了坦诚且具有建设性的讨论。9月16号至17号，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办主任王毅在马耳他同美国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沙利文举行多轮会晤。分析认为，保持双方高层交往是一个重要共识，说明接下来数月中美之间高层交往仍会继续，且有望提升层次。我们要看看后面的落实。要看到落实，因为现在有一个重要的共识，就是一个看点吧，就是11月旧金山APEC 峰会，咱们中美元首会不会会晤？这个呢现在没有答案，所以结论什么呢？结论呢，他会继续对话。因为我看美方的信息是美方正式邀请了咱们王毅去华盛顿，对吧？这是我们下面要关注的焦点。如果王毅未来几个月去了，那么就是中美首脑会晤的机会就很大，然后对后一段时间稳定中美关系就很好。值得注意的是，当地时间9月19号，第78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在纽约联合国总部拉开帷幕。
根据白宫网站发布新闻稿，美国总统拜登当天在联大发表讲话时提到中美关系。拜登表示，美国不寻求与中国发生冲突，也并不想与中国脱钩。美国挺复杂的，确实有一些力量想捣乱，但也有一些力量想维持啊。那么拜登呢，作为当家人吧，他觉得他应该是有责任维护中美关系。那么他在联大的表态应该代表这一派的意见，所以大概两个，一个就是在这种联合国场合表态啊，我不许跟他对抗，他在舆论上是比较对的，再一个可能也反映了美国国内一派就是让中美关系可控这一派的意见，而拜登对他们的控制能力不够，所以呢，虽然他讲的话很好，我们也可以肯定，但是由于这个美国国内冷战派在抬头嘛，而且拜登的控制能力比较差嘛，所以我们仍然要保持某种警惕。美国国务院原分管亚太事务的助理国务卿拉塞尔此前曾表示，当前的中美关系就像一个气球，在升起的过程中，随时会因被扎破而回到原点。任何微小的因素都可能导致双边关系重回不稳定。他建议双方务实加强沟通，增加透明度，重建一定程度的互信。资深美中关系专家、纽约大学法学院退休教授孔杰荣也表示，担心美国分裂的国内政治动摇拜登政府对改善美中关系做出的努力。金灿荣对深圳卫视表示，中国最高领导人是否会出席旧金山举行的 APEC 会议，中美领导人能否在巴厘岛会晤后再次举行旧金山会晤，是中美关系止跌后能否企稳的观察指标。而这一切的关键，其实就要看美国的诚意有多少了。欢迎收看《决胜制高点》，我是克奇。今天我们在演播室里邀请到了广东国际战略研究院副院长周方银、复旦大学美国研究中心副主任宋国友、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美国研究所副所长张腾军，共同就相关话题展开讨论。欢迎各位。中国国家副主席韩正上周在纽约出席联合国大会期间，会见了美国国务卿布林肯。美国国务院说双方进行了坦诚且具有建设性的讨论。美国专家表示，中美高层交往的频率表明，这些努力是有针对性的。那么，这个针对性应该如何来理解？宋先生，随着中美高官的访问的增加，那么中美关系呢有所回升。但是我们也知道中美关系它是有一个奔着今年11月份APEC 两国元首能够会面的这样一个设计出发的。所以呢，我理解这个针对性呢，指的是现在中美高官的这种互动，是能够更好的为中美两国元首在 APEC 期间的会晤创造一个更好的氛围。您认为中美最高领导人如果要在11月份见面的话，需要具备什么样的条件、环境或者氛围？奔着中美双方最高元首会面的这个目标去，那么一定是中美双方都能够从这次会晤当中，能够拿到自己想要的东西，同时不过分的去伤害对方的利益。所以这样一次会面需要双方共同创造一些好的条件，比如说在台湾问题上，美方不要有意外；在这个对华出口控制上，美方呢也不要出台新的措施；在其他一些中美共同关心的问题上，那么美方呢也能够对中国的诉求有所呼应。更重要的是什么呢？就是一定要相互尊重。对中国国家利益，特别是核心的利益，对中国最高元首要给予充分的尊重。这个前提是在于我们知道这是美方不断要求并且他是希望中方配合的这样一个举动，所以这个前提就在于既然是美方有所求于中国，那么他就得要拿出点东西来。那么怎么拿出东西呢？我觉得首先，当然第一个就是说双方工作层的交往互动应该要保持一个畅通的态势，双方需要就这个接下来有可能的元首互动会达成什么样的成果，要提前的进行沟通对表必须要有一些实质的性成果，不能为了谈而谈，为了见而见，这是没有意义的。所以说这个首先是第一个方面。第二个方面呢，我觉得主要还是在于防范风险因为我们知道现在到11月份还有不到2个月的时间，仍然还有可能发生一些意外事件，比如说我们知道今年2月份的无人飞艇事件就导致了中美高层交往的中断，
所以我们要尽可能的避免这样的事件再次发生。那么这个风险主要来自于美方，因为我们知道美方持续不断的在一系列的问题上啊试图对华进行打压，那么这是中方所不能接受的。所以我们一直在讲啊，中美之间的这种正确相处之道，就是要相互尊重、和平共处、合作共赢。所以首先要体现在美方如何在接下来的这1个多月里面，体现出对中方的这样一种尊重，并且拿出足够的善意。美国积极和中国进行高层交往啊，恐怕也有国内政治的考量。那么，拜登政府可以从中捞到什么好处呢？张先生，最直接的一个目标呢，当然是为了顺利办好11月份在旧金山举行的这个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而且拜登政府是急切的希望邀请中国国家领导人参加，并且进行元首峰会。所以说，这应该说是他最直接的一个原因啊。包括最近几次的这个沟通，我相信美方也向中方表达了相关的这样一个诉求。更重要的是在于明年的大选，因为我们知道，马上大选季来临了，而且应该说在今年年底，拜登就要正式启动他所有的这个竞选选战的活动，所以他要为明年的选举造势。那么怎么造势呢？一个就是说要管控好中美关系的风险。因为拜登政府啊，虽然说我们知道拜登跟特朗普他的对华政策有一个很重要的区别，就是在策略上有差别。那么拜登政府他更强调的是要管控竞争，所以他恐怕是从大选这个角度去考虑，今年需要维持住中美关系的一个基本稳定。